身体虐待通常是一种显而易见的虐待，但还有其他类型的虐待也同样重要。它们通常是身体虐待的前兆，这就是心理和情感上的虐待。虽然是无形的，但心理和情感上的虐待可以极大地伤害一个人，有时甚至比身体上的虐待更严重。这支影片就来说说被情感虐待的一些迹象，希望能帮助大家尽早发现受虐待的关系。一、退缩。退缩可以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可能看起来像避免眼神接触，对其他人或特定的人表现出恐惧或犹豫。退缩可以表现为孤立的形式，一个人不出去或不和任何人说话。情感上受虐待的人靠退缩来感到安全，退缩也可能出于试图避免被施暴者看见，以求得虐待会停止，但退缩会导致其他严重的生理和心理问题。如果长期这样做，它可能会发展成另一种精神疾病，或使已经存在的精神疾病更糟。二、自卑和无价值感。这两种情况是可以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比如我不够好，或不够有价值，我不重要，没人听我的，或者其他类似的话。为了确认自卑和无价值感是个问题，当事人还会不断重复说这些话。另一种表现形式是拒绝参与他们过去喜欢做的事，或者不做他们过去每天晚上或早上例行会做的事。三、胃口或体重的变化。有些虐待别人的人甚至开始密切关注对方吃了什么，然后他们试图说服另一个人改变他们的饮食。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饮食上的变化是不健康的，并会使受害者陷入虚弱的状态。受虐者可能会在事件发生后仍然保持这种心态，因为他们仍然相信这样做是正确的。如果他们不继续这样做，他们会变得又胖又丑，或者如果他们不这样做，就会发生不好的事。说到这里，你有上面提到的这3个迹象吗？欢迎在下面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情感虐待是最难以识别的虐待类型之一，它可能是微妙的、偷偷摸摸的，但它可能对一个人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极其有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致力于让这样的心理健康内容更触手可及，以提高对心理健康的认知。如果大家想支持我们，请赞好并订阅我们的频道，非常感谢。4. 经常哭或发脾气。这2种情况也被认为是痛苦的迹象。由于受到了虐待，受害人会变得焦虑，并对人高度敏感。他们会过度分析每一件事，试图将他们认为可能发生的冲突最小化。当焦虑、恐惧或触发因素变得过于强烈时，受害人可能就会失控地哭泣。哭泣也可能是对回忆的反应，或者是因为想到再犯错误而再次受到惩罚或虐待的情况。它也可以表达为愤怒，而不是悲伤，也可能有或没有任何意义。这是所有在受虐过程中产生的被压抑的情绪和被侵犯的感觉，因为他们终于感到足够安全，可以把他们都释放出来。5. 出了状况就会责怪自己，不小心撞到椅子或沙发等没有生命的物体时，会向他们道歉，这正常吗？会因为一些小事或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情而责备自己吗？施暴者经常试图把所有的责任和内疚都转嫁到受害者身上，让他们相信事情出了问题是他们的错。经过一段时间的重复和外界事件的强化后，受害者会开始相信这一点，因此不由自主地责备自己，并为每件事道歉，即使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控制或了解情况。6. 害怕执法人员。你或你身边的人可能受到过情感虐待的另一个迹象是对执法人员的一种不可名状或极度的恐惧。施虐者知道他们所做的是错误的，他们也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想方设法阻止受害者获得帮助。其中一种方法是让他们相信警察是坏人，或者如果他们报警就会发生坏事。众所周知，出于不同的原因，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警察。尽管如此，当谈到对他们的极度恐惧时，还是有些话要说。有可能这个人跟警察有过不好的经历，受过精神创伤，但如果知道这个人从未与警方有过互动，那么可能还有其他需要帮助的原因。如果你是情感虐待的受害者，或者怀疑有谁是情感虐待的受害者，我们强烈建议向身边的心理健康专家寻求帮助，得到情感和心理上的帮助，会为你或你爱的人变得更强大，
离开虐待关系，铺平道路。可能有人会畏惧寻求帮助，但寻求帮助是结束这种虐待循环，让生活回归的最好方法之一。每个人都值得接受帮助，每个人也都值得拥有幸福，所以去求助吧，不要回头。你有这些迹象吗？如果有的话，你认为这支影片帮你识别出来这些迹象了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写下你的想法、经历或建议。如果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助，一定要点赞并分享给更多还没有认识到被情感虐待的小伙伴。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这样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发布新影片，您都能收到通知。参考文献在资讯栏。一如既往，感谢收看，我们下支影片不见不散。